大家好，天天难过天天过，有苦难说我来说。明星们从来都是表面光鲜，真相各表。无论魔幻的2022年，还是诡异的2023年，今年依旧是未来10年里面娱乐圈最好的一年。于是乎，聪明的艺人们大都做着同一件事，即便一些已经习惯了张扬跋扈、大户人家的星二代、富三代们，现在也都争相进入到了一种相当套路，人人都懂的模式当中去了。当然了，聪明的顶流们，赵丽颖、王一博们真的需要走得更快和更远，才能继续保持自己的优势和强项，才能继续站在先知先觉的有利位置。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在这个风云突变的9月份，以及一帆不风顺的10月份，已经再次发现娱乐圈的变化和暗涌已经再次开始了。大家都没有等来王一博的长空之王，但是却看到了最新的杂志封面，也算是弥补了这份缺憾。10月刊的智足 GQ 的杂志封面，王一博身穿棕色打底衫，携手无名的导演程耳、影帝梁朝伟共同亮相。看到这个阵容，吃瓜群众个个都大呼过瘾，似乎电影演员的特别质感已经通过3个人的概念封面中初见端倪。这是王一博继去年10月刊后，第2年登上智足 GQ 10月刊。去年的杂志封面机车风格明显，如今的封面更多的是电影画面感的呈现。这次杂志和电影的结合背后，在申万我看来非常值得说道。您发现了没有？酷拽著称的王一博在2位老气横秋的前辈面前，特别的扎眼睛。您看得出个中的道道吗？电影导演突上封面大片，您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梁朝伟上一次出现杂志封面又是什么时候呢？当然了，摩托们依旧超级喜欢王一博的时尚表现力，总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如此有辨识度的脸，终于在对的地方做了对的事情。其实王一博的每一步走的都充满荆棘，总感觉每次作品上映都面临着各种的问题，自然也会伴随着各种的争议声，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既视感。但是最后的结果终究对得起他的付出。虽然长空之王临时撤档，但是无名的即将上映，也让摩托姐姐备受瞩目。都知道这部作品中，王一博的叶密很有角色的特色，亦正亦邪，鬼魅中带着些许的惊心动魄，这是颠覆了王一博以往的形象。很多人通过预告片能够感受到他的成长跟表现力。这种角色的设定是王一博非常想要尝试的，也能激发出他内在的潜质。再加上王一博的这张脸，很适合大银幕的呈现，作为顶流必然是备受争议的，这都是一份动力，会让他看到自己的不足，也会让他更自律的同时成长得更快。这次的王一博的封面中，他说，对于他而言，我更多的时候都在学习。的确，不同于影帝梁朝伟，这是我演戏的最后一个阶段了。更不同于导演程耳，我没有想过拍纯粹的文艺片，而是只有好看的电影和不好看的电影。王一博作为新生代演员，他需要做的就是学习，没有别的，哪怕饱受争议，也需要一步一步来，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言。现在好多的冷嘲热讽说，作为爱豆就好好专注于唱跳，不要乱折腾。可是谁不是从新人做起的呢？影帝梁朝伟也是从 TVB 练习生开始的，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个人风格跟演戏的感觉。老实说，王一博的这个年纪刚刚好，正是接受批评最好的时候，再多的争议声都只会增加他在这条路的信心跟动力。其实我们发现，这2年王一博在影视作品上的表现进步是肉眼可见的迅速，演技台词功底都稳步前进。最近《冰与火》的播出，王一博的演技在众多老戏骨的衬托下，没有让大众出戏，反而表现得可圈可点。所以摩托姐姐一如既往地期待着他更多作品的上映。虽然绿色旗袍已经皱褶了，还是没有等来雷子哥的长空之王。
但是叶秘书的无名如果提前到来，铁杆们定会鼎力支持。之前申万我也谈到了，街舞第5季终于大翻身，全员奇招不断。王一博更是夸不停，街舞总决赛在澳门录制，王一博粉丝热情高涨，终于见他展现最爽最好一面的机会了。粤语有一句叫做"宝物陈归底"，意思很简单，就是最好的东西总是在最后的。总之，大家相信时间，交给时间就行了。正如突如其来的长空之王的撤档，吃到瓜皮的人哀鸿遍野。然而呢，所有在本频道吃到瓜瓤的朋友们，大概信心还是有的，还是淡定的，因为人世间最怕的就是意外的出现。然而呢，如果意外尽在掌握之中、视角之中、身问之中的话，信心就不会挫折，希望就不会消亡。这点更像俄罗斯今年年初悍然入侵乌克兰的时候，相比不少人几乎一边倒的乌克兰亡国论调，申万我反而早就老神在，铁口神判了。到现在为止，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第一时间交代的铁口和现在依旧抱定的视角和信心依旧是丝毫未变。信心嘛，依旧交给时间就对了。克里米亚嘛，彻底回归就对了。申万我在魔化2022年丢下的各式各样的铁口，简直不能再多了。有时，时间就是奇妙的解药，不仅能够解开每个人的心结，也能解开超乎想象的不同的答案。赵丽颖就是一个。当初很多人看见赵丽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清新甜美可爱。不过虽然脸圆圆的，赵丽颖的身材却非常好，不管穿什么衣服都有独特的韵味。但相信很多女孩子都知道，一个女生生过宝宝没生过宝宝，身材都是会有不小变化的。这从赵丽颖的身上就有一个很清晰的体现。有关注赵丽颖的朋友都知道，当初赵丽颖和冯绍峰因戏生情，在自己事业巅峰期的时候就嫁给了对方，而且很快就生下了儿子。而赵丽颖也是一位对事业非常有追求的女星，所以在生产后不久，她就火速复出了。当赵丽颖生完宝宝后，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时，相信大家也发现了不同。相比以前甜美可爱的形象，现在的她变得温婉知性许多。除了气质上的变化，赵丽颖生完宝宝后的身材也是备受瞩目。那时她刚复出不久，就出席了不少活动。在一次活动上，她看起来就像之前一样的瘦，但毕竟现在的她也已经是生过一个宝宝的妈妈了。从胯的部位其实就可以看出来，赵丽颖的腰还有她的胯已经不像从前少女时期一样了，看上去身材已经有一点稍微走形了。不过也可能也是为了要显瘦的原因。她这次选的衣服不像是以前那种经常会穿的白色衣服，而选择了一件黑色的修身礼裙，因为设计原因也比较突出赵丽颖身体的曲线，大家也才这么容易注意她胯部的变化。有很多网友都说，看到赵丽颖生完孩子前后的物料，其中的差距真的很明显。赵丽颖的照片一看就是生过孩子的。不过不得不承认，赵丽颖就算是生过宝宝，对她的美貌影响也不是很大，她依然还是非常的漂亮。而且现在的她看起来也更成熟了，多了一种之前大家从未在她身上看见过的风情，非常的撩人。现在的赵丽颖比之前还要好看，再加上她整个妆容的改变，看起来也比之前走的小女生路线高级了很多。而大家对于赵丽颖现在的状态也是褒贬不一，有人认为有了变化反而更好看了，但也有粉丝表示更喜欢之前的赵丽颖。不过不管怎么样，赵丽颖都是现在最当红的女明星之一，而她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肯定不单只是靠着美貌，实力和作品也是缺一不少的。赵丽颖在业内的评价只高不低，就是因为她足够敬业，工作态度也让人佩服，能拍出好的作品，也是因为她有足够的演技实力。
所以外在上的一点变化也影响不了她。申万我为此专门开篇提到的与凤行开拍时候的自律赵丽颖，更是值得怀疑的朋友们自行回顾一下一种叫做真顶流的行为守则。有意思的是，顶流女艺人们尽管在人前个个都是淑女人设，然而呢，背后养成的某些习惯还是会留下各式各样蛛丝马迹的。说起抽烟，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一般是男生很喜欢的，而且也经常会看到他们抽烟。可如今这个时代，女生抽烟也都已经见怪不怪了。特别是在看电视的时候，也能看到女星在剧中的抽烟镜头。不过她们带给观众的感觉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刘亦菲出道的时间不短了，而且在刚出道的时候，不少人就被她身上那种清新脱俗的气质给吸引了。在一些过往的镜头里面，她在剧中留下的大口抽烟的镜头表现，是不是总会有些青涩的感觉呢？双手扶着烟，像是新手似的，不过倒是给人一种很可爱的气质。刘诗诗也是很早就出道了，不过这么多年来，她一直都很低调，特别是结婚后也很少看到她的作品了。但她的气质和颜值一如既往的出众，同样在一些过往的镜头里面，她抽烟的画面让人觉得有几分伤感，微低的眼眸里充满了束手无措，看着有些心疼。至于王炸姐姐赵丽颖出道这么多年，塑造的人物角色也挺多的，当然她也有在剧中抽烟的镜头。在一些过往的镜头里面，她的穿着打扮十分华丽，举手投足间都透露出一种豪门太太的姿态，所以就连抽烟都有种高贵的感觉。不得不说，颖宝的演技真是挺精湛的。申万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产生同款的同感出来。申万我看到这些镜头，总是忍俊不禁的佩服，太细节了。女星剧中的抽烟镜头，如果说赵丽颖高贵，刘亦菲青涩，那么如果看到杨幂，您会产生什么感觉呢？是不是好飒呢？杨幂演过的很多角色都是比较仙气或者温柔活泼的，很少看到她霸气抽烟的劲道画面。说实在的，杨幂穿着一身白色西装，抽烟的样子更像是个十足十的惯性老烟枪，整个人简直太有气场了。因此，不少网友们看到这些镜头后，都心动地表示道：好飒，有杨幂在，这种85女生帅起来、拽起来的样子，真的就没男生什么事儿了。这其实同时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是不是杨幂私底下的老练手法压根就无需演呢？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的眼里，跟演字有一拼的就是一个装字了。话说，邀请刘亦菲的综艺节目不在少数，但是她的团队一听就全部都拒绝了。早些年，为了宣传自己的作品，偶尔还会上1、2期的综艺，主打宣传，现在干脆一概都不去了，甚至访谈类的也都拒绝了。鲍克倒是觉得这才是聪明的做法，真心的想做一个演员，去综艺是真的浪费人气和口碑，会消磨掉观众对演员的认可度。综艺无非也是演戏，都有剧本，可消耗太大了。刘亦菲本身的性格也不适合上综艺，出道20年以来都是一派岁月静好，跑到诸如跑男、王牌、机条这一类的综艺，那人设就彻底的崩了。可以参考孙红雷，搞不好还会因为某些言行举止被网友吐槽，粉丝之间各种撕逼，没必要去掺和这些破烂事。他本身的性格也不适合玩综艺，不接综艺的演员不在少数，接综艺的演员也不少，无非都是自己的选择，个人路线而已，没有谁高贵谁低贱，都是为了发展事业。有些艺人拍戏没资源，就靠着去综艺曝光一下，被更多的人关注到，可能就会得到一个角色。当然了，刀子嘴出名的赵小刀其实也不太适合幕后操作太多的综艺，因为直来直去的人特别容易落入预先编排的陷阱。这些哑巴亏
新问我也是在本频道提到过 M 加 Q 次之多的了。然而呢，跟章子怡的火花或许能给出吃瓜客另外的答案，也未可知。这些分析，欢迎感兴趣的您自注一下。赵丽颖和章子怡的搭线合作的操作，王炸弟弟王一博也没少面对。虽然王一博和乐华已经续约，但不知道为啥最近还是有不少的公司向王一博抛去了橄榄枝，想把王一博从乐华挖走。不过王一博没有离开乐华的打算，他既然和乐华续约，就不会在这几年离开。这次王一博并没有签很久的合约，而是将原来的合约延续到2026年。在原来合约的基础上，王一博的自主性更好了，而且对事业也有更高的话语权。乐华的收入大部分都是依靠王一博，所以无论如何都不会抛弃王一博这个摇钱树。王一博的资源基本都是主旋律，他下部戏也是蚂蚁投资的。乐华这2年和蚂蚁合作关系很深，还开了不少的合作公司。蚂蚁有头部资源分给乐华，乐华自然会拿出匹配的顶流来接手。当初孟美岐，其实乐华也用心喂了不少资源，谁知道他太不争气，直接糊了。所以整个娱乐蛋糕越来越小的情况下，王一博的一举一动都愈发牵动人心。至于什么人，可以细分8大类。最近关于太子哥陈飞宇早期的采访被扒了出来，采访里陈飞宇提到自己和哥哥之间的趣事，说什么压岁钱还没数完就被哥哥花了之类的。陈飞宇一直是顶流预备役里被大家看作最容易飞升的，他家特别会营销。之前和欧阳娜娜的痴情人设，到和罗云熙炒 CP， 再到现在的蠢萌人设，都是团队一手打造的。他和哥哥的关系确实很好，团队也是抓住这一点在营销，还买了很多通稿，说陈飞宇从小就是这种憨憨的性格。他和某位女艺人确实是在一起过一段时间，不过分手是女艺人提出来的，陈飞宇因此暗自神伤了很久。他到现在还对这位女艺人念念不忘，女艺人给他送的一些情侣款礼物也还留着。女艺人倒是没他那么长情，男朋友都换过好几个了。这些边角料的释放，明晃晃表明，这个原本张扬却又突然卖蠢的公子哥，已经收到明确的信号了。而且，另外一位长相磕碜、整容上阵的星二代范丞丞，这段时间也是奇怪，居然都没什么动静，热搜也比较少上，以至于有吃瓜不嫌事大的瓜友四周围打听这个很喜欢学习自己姐姐的范丞丞是不是糊了，所以才没啥热度呢？答案很明显，当然不是了。范丞丞算是偶练那几个人离发展比较稳的那一个，他现在专注走演员路线，主要就是以拍戏为主，基本上只有戏上的时候才会集中营销一段时间。前阵子他和蓝盈莹的那部电视剧，因为同期的剧热度都特别大，导致这部剧很少有人关注，但这部剧的口碑却还不错。范丞丞影视资源不错，他私下一直有找老师上课。虽然他是个真的没有天分的人，但他的努力跟华为公主姚安娜一模一样，都是笨鸟后飞的努力同款。他手里的本子都看不过来，而且根本就不缺戏拍。等手上的这部戏拍完之后，他又要马不停蹄进组拍下一部戏。除了左肩有你之外，他的戏基本都能顺利上线。现在单改看的依然很严格，左肩有你还得继续埋着。说白了，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的眼里，这些先天优势的资源咖现在都低调的开始卖萌卖蠢了。可以看出现在的世道有多困难。这些原本四面出击、不怕高调的人，统统变得发傻发呆，自保最大了。有趣的是，王炸姐弟赵丽颖、王一博现在的动静，基本也是安静之余很多的说道。王一博这一次金九银十的杂志大片的呈现，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有老气横秋的程耳导演和影帝梁朝伟罩着，王一博的酷拽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了。说实话，新万我说过无数回了，团队，如果
带风向带对了，后面的事情就顺了。